开这个角度，就像您说，哎呦，效果。KO。中国山东又添一名猛将，上了擂台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无论是各国的世界冠军，还是实力悍将，统统都被他打得抬进抢救室，甚至两腿直接将老外腿上的毛细血管踢爆。为何山东硬汉在擂台上如此暴怒，痛下死手？只因这名老外在赛前嘲讽中国功夫不堪一击，中国选手根本就不配做他的对手，甚至还想彻底打压中国在国际拳坛上的地位。这名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外就是来自英国的泰拳冠军奥格勒斯。近些年来，不少中国选手在国际擂台上大放异彩，拳坛地位的提高让野心勃勃的美国坐不住了，派出了不少美国顶尖高手来华挑战。不料不是被中国选手暴揍 KO， 就是被抬进抢救室。无奈的美国只能派出小老弟英国来华挑战，而作为泰拳冠军奥格勒斯则是奉命来到中国试图找回老大哥丢掉的场子。这家伙可是英国80公斤级排名前3的顶尖高手，看来为了打压中国的搏击市场，英国也是真的下了血本。而他的对手则是来自中国山东的勇士曹鲁健。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虽然他不如死神方便和武僧翼龙的名气大，但他可是中国散打大级别的名将，敢打敢冲的作战风格让他成为自死神方便以来中国最能征善战的一位搏击高手。征战擂台多年，不仅击败了众多来华挑战的外国选手，90胜6负的职业战绩更是让他被拳迷称为常胜将军，实力是绝对的不容小觑。要知道奥格勒斯可是比曹鲁健大了足足7岁，而擂台经验和战术打法更是甩了曹鲁健几条街。不过曹鲁健面对一位如此强大的对手，不仅没有退缩，还发誓要将来华挑战的老外踢进抢救室，以此来证明中国功夫的真正实力。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曹鲁健是如何在擂台上暴揍老外的。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山东勇士曹鲁健可不管对手是英国冠军还是美国冠军，只要敢觊觎中国的搏击市场，那一定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不过奥格勒斯毕竟也是英国的实力悍将，面对曹鲁健发起的进攻，也是第一时间开始组织有效的防守反击。中国的人才辈出，让其他统治国际拳坛的国家有了不小的危机感，因此频繁地派出顶尖高手来趁机打压中国的搏击市场。而奥格勒斯本场比赛的目的更是击败曹鲁健，以此来稳固英国拳坛在国际上的地位。不过曹鲁健可是中国80公斤级数1数2的顶尖高手，轻松应对一个嚣张来华挑战的老外应该不在话下。连续的击腹拳，尽管是第一次来打这个昆仑决，但是他在以前我3年前见过他的比赛，当时他没有这么个身高，那时候身高也就1米8不多，2米没有这么大，那时候打75，现在改成打80。进攻欲望强烈的曹鲁健无时无刻都在用重拳猛攻奥格勒斯，拳拳到肉的精准打击更是将老外打得怀疑人生。接着抓住机会，几记式大力沉的击腹拳直接将老外打得痛苦不堪，跪在地上。看来英国泰拳冠军虽然名气大，但是实力却不怎么样。如果不是裁判及时阻止，恐怕此时奥格勒斯已经被抬进抢救室了。更何况第一回合还是试探环节，几记重拳就直接将泰拳冠军打得跪在地上。那曹鲁健如果全力以赴，真不敢想象这家伙会有什么后果。扩大战果，连续的打了踢腹拳，连续攻击肋部。现在这个成了对方的软肋，对，这成软肋了啊！就是软肋，这真是软肋，连续攻击同一个地方。他现在有意识想下压来守这个地方，但是很难。你看那个英国的奥格勒斯是在泰国比赛里面他挺强悍的，特别是那个撒腿动作。啊，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了。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米88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势不复存在。而且曹鲁健不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过人。这个80公斤实际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鲁健这有聪明的，对，加强要腿法的进攻，要上头，是上头。击倒一次对手的曹鲁健信心倍增，不断的拿着拳脚重击对手来扩大比赛的优势。不过奥格勒斯可是正儿八经的泰拳冠军，岂能就这么被中国选手在擂台上轻松拿捏？更何况这场比赛他背负着2个国家的使命和期望，如果就这么被打倒在擂台上，他回去很难交差。而曹鲁健作为中国的顶尖高手，绝对不允许被外国人欺负到了家门口，无时无刻都在拿着重拳重腿猛攻奥格勒斯。无论奥格勒斯施展什么样的防守反击和主动进攻，都不能降低曹鲁健的进攻攻势。还是非常的独到，但是呢，曹鲁健大开大合，并不给奥格勒斯机会。这很浪费体能的呀，曹鲁健。这看，又用右手上过拳，看到没有？又打一个上过拳。这到底还有10秒，对，双方能否有？非常漂亮，有点可惜了。
这场比赛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曹鲁健的精准打击对奥格勒斯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经典的散打招式更是招招重创英国高手。此时曹鲁健占据着大比分优势，如果继续这么打下去 ，KO 对手是早晚的事。反观奥格勒斯打出的拳脚不仅软绵绵的没有力量，还都打在了空气上，两人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其实并不是奥格勒斯的实力不行，只是他实在是低估了中国选手必胜的决心。比赛来到第二回合，首回合对手一瘸一拐下场，给了曹鲁健很大的启发，因此一上来便连续的施展腿法重创对手。还别说，这招确实将奥格勒斯打得且战且退，怀疑人生。不过奥格勒斯仍是虎视眈眈的想要打出防守反击，但不管他施展什么样的招式，根本就对曹鲁健造不成一点影响。反观曹鲁健精准有力的重腿确实拿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那么他接下来的进攻重心就非常明确了。遭受到了曹鲁健低扫踢的砍击，这也已经都火爆。是的，现在曹鲁健就低扫击完之后，一定要加强你的后手的后手后。曹鲁健的几记低扫精准命中，不堪重负的奥格勒斯直接倒在了地上。瘫坐在地上的奥格勒斯还想强撑着继续比赛，不过大腿毛细血管被踢断了的他想要站起来都是一件难事。裁判的读秒再加上身体的疼痛，让他面临着巨大的抉择。不得不说，曹鲁健的针对性打法实在是太有效了。而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只能说曹鲁健的精准打击早就已经将奥格勒斯给打破防了。第一回合的读秒让奥格勒斯加强了对腹部的防守，但第二回合曹鲁健则是另辟蹊径，主攻对手的大腿。看来想要打压中国搏击市场的这个美梦又要破灭了。这技巧绝对可以让奥格勒斯在病床上休息调整几个月，想要击败中国选手还是多练习几年再来吧。不过奥格勒斯的下场和这位老外比还不是最惨的，来自新西兰的丹尼尔·杰梅狂言他一只手就可以彻底打倒曹鲁健，有着78胜的他擂台经验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这家伙一共拿到了11条冠军金腰带，因此根本就没有将中国散打名将曹鲁健放在眼里。但不管是哪国的世界冠军还是顶尖拳王，只要在曹鲁健面前都逃脱不了被暴揍的结局。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丹尼尔是如何被曹鲁健揍到怀疑人生的。丹尼尔的进攻欲望和进攻攻势非常强烈，一上来就对曹鲁健展开了大规模的拳脚进攻。虽然这家伙的实力很强，敢漂洋过海跑来中国也是非常的有勇气，不过有着90胜6负的曹鲁健总体实力却是比这家伙强了好几倍。面对对手的强势猛攻，曹鲁健仍是稳扎稳打的试探对手的防守漏洞。既然这家伙没有将自己放在眼里，那么曹鲁健就势必用重拳将他打得忘不掉自己。185，体重是85公斤。这个我们转身腿打得非常的突然。来自中国国家队的曹鲁健，年龄27岁，身高1.88米，体重也是85公斤。现在打得非常耐心，而且呢，他那个视野和此时丹尼尔还在沾沾自喜，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却殊不知危险马上就要来临了。曹鲁健抓住机会，精准有力的组合拳直接将他打得落荒而逃，最终还是神志不清瘫倒在擂台上。不甘心的丹尼尔强撑着起身想要继续比赛，裁判看出了他的不服气，也是爽快的答应了他。对他来讲呢，确实是非常难煎熬的这一关。现在没别的，就是狂轰乱炸，乘胜追击。对方也非常聪明，马上把你的节奏破坏掉。很有经验的一位选手。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这个重击啊，谁难受谁知道。对，打在谁身上谁疼。你刚才那个有效击打呀，它是连续重击，所以呢，我想着这种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我觉得曹鲁健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看得到的第二局也是非常的主动。所以现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一个技术战术。结果比赛继续后，曹鲁健拿着重拳直接乘胜追击。既然不服气，那么曹鲁健势必要将他彻底打服。即使丹尼尔再怎么不甘心，强撑着继续比赛，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还是逃脱不了被暴揍的结局。不得不说，曹鲁健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只要是嚣张来华挑战的老外，在他面前根本就撑不到回合结束，不是被暴揍 KO， 就是被直接抬进抢救室。曹鲁健不愧是中国的散打名将，山东的勇士。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曹鲁健的实力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